在美军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我军导弹的射程一年比一年要低，每年都要少个500公里的射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红妞。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一直认为中国是其全球霸主地位威胁的美国，对我国的各种军事武器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情报分析，并且每年都会总结出一份报告，来讨论该怎么对付中国的这些武器。而在近期，美国国防部就专门针对我国的火箭军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对我国火箭军力量进行刺探获得的资料，其中包含了我军多款装备的射程和精度等数据，我军某新型导弹的研发进度和试射情况，就像东风系列导弹以及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轨道轰炸机。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美军对我国导弹的射程标注中却是忽高忽低，一会儿射程3000公里，一会儿射程又是1500公里的，让人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东风26的定位为一款射程4000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而东风21D为一款射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在前几年，美军通过卫星等多种手段对我军的导弹试射进行了观测，得出了一个结论：东风26导弹的射程为3500公里。而在今年最新出炉的报告中，东风26和东风21D的射程进一步被缩短，说是现在的东风26和东风21D都有着快速装填的能力，但是射程却缩短了。东风21D只有1500公里，东风26是前者的2倍，3000公里，这射程是一年比一年还少了。对于为何对我军导弹的射程标注每年都不一样，美军解释说是根据自己的观测得出的结论。但是这每年少个500公里也太离谱了，要是再过个4-5年，这导弹的射程岂不是就直接归零了？其实美军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是没道理的，毕竟这是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而我军在试射这些东风导弹的时候，早就知道了这么大的动静根本不可能瞒得过美国，毕竟美国遍布全球的侦察卫星可不是摆在那儿看的。因此我军每次在试射导弹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够用的范围内打击。对于这个够用的范围是多远，就要看实际情况需要多远了。因此每年打击的范围都不一样，而美军在知道这些导弹的试射结果之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每年都不一样。当然，美军自己认定的我军导弹的射程一年比一年低，对美军其实也能起到一定的自我安慰作用。就像前段时间美国一家智库兵棋推演台海战争美国会获得胜利一样，为了让美军能够获胜，这家智库可是耗费了苦心。不仅解放军只有一个战区参战，就连东风导弹也没有动用。就这样，美军还是以惨胜而告终。而在美军这次搞出的报告中，我军的东风导弹射程再次减少，就是美军在给自己一个自我安慰。解放军的导弹没那么可怕，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不必担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之前，东风26被称之为关岛杀手，就是因为这款导弹可以直接打击到美军在我国周边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关岛基地，而关岛基地距离我国的距离为3000公里。之前东风26有着4000公里的射程，代表解放军能把这款导弹部署在内陆地区，然后在内陆地区直接发射打击关岛。美军想要突破我国部署的防空系统，深入内陆破坏它的发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美军根本没有办法拦截。而东风26的射程被降低到3500公里的时候，需要部署的位置就更靠前了。美军能够派遣隐身战机做出一些贴边飞行的打击。当东风26的射程来到3000公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军必须要把这款导弹部署到最前线才能实现命中。而美军在这时出动隐身战机，对东风导弹的发射车进行打击就变得简单多了。而且东风26的射程被降低到3000公里之后，只能勉勉强强打击到关岛了。对于部署在关岛周边的美军航母就无法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了。
但美军有没有想过，美军的航母打击群的战斗范围也没有那么远呢？在未来，如果爆发台海冲突的话，那我军的第一目标就是美军部署在周边的军事基地。至于那些航母，自然是有其他的目标来对付。东风26打的就是这种大型基地，而美军的航母想要介入到台海冲突中的话，那必然要进入自己的打击范围内。在这时，东风21D 那1500公里的射程再怎么短，打个航母还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我军这些导弹的射程现在完全是够用就行。虽然东风26只有3000公里射程，但那是在实战演练中的数据，代表的是在这个范围内一定能够命中。以我军低调的性格来看，谁也不知道这个实际射程到底多出了多少。如果美军想要知道真实射程的话，或许可以亲自来试一试。